终于来到金庸群侠传中最壮大的场面，六大派围攻光明顶，男的留下珠宝首饰，女的脱下内裤肚兜，准备大开杀戒。一到光明顶门口，就会遇见明教四大护法的福王跟鹰王，他们以为我们是来帮六大派的，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了。在我们进来之前，明教就已经一败涂地，六大派正打算将明教灭派，不留活口，还打算放火烧了明教。明教寡不敌众，鹰王、福王跟光明左使杨逍还被我们打伤，状况真是雪上加霜。正想要好好出来帮忙调解一下，但六大派杀红了眼，想用魔教的财产用来扶贫。为了赔罪，只好由我们金庸火箭队出场帮忙打发六大派了。打败六大派之后，跟他们解释说这是陈坤的阴谋。六大派终于 keep 的离开光明顶，而明教见到我们帮忙解围，想要拥立我们当明教第34代教主，但我们只想回家，所以就婉拒了教主的位置。顺便告知明教，我们身上有一封杨顶天的遗书，里面有提到要谢逊暂代教主之位。向明教打听得知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一书的确是在明教手里，是明教的镇教之宝，由历代明教教主相传下去。于是约定明教找书，我们找谢逊。明教给了一罐明教铁验令牌，行走江湖的时候，明教会鼎力相助。下一集就完结篇了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激不尽。咻的一下，我们就到了冰火岛来找谢逊。将明教铁验令给谢逊，告知他因陈坤的阴谋，六大派围攻光明顶，明教即将四分五裂，要他回去明教暂代教主之位。但谢逊为了要杀死陈坤，想要先解开屠龙刀号令天下的秘密，所以要继续留在冰火岛思考。来到陈坤区，找到金毛狮王要杀的陈坤。此时陈坤正跟一群坏蛋讨论做坏事，我们直接就动手了。打败陈坤可以得到一颗头颅，这就是所谓的提头来见吧。将陈坤的头颅给谢逊，谢逊大仇得报。陈坤已死，要屠龙刀也没有用，就会将屠龙刀转送给我们，人也愿意终于回明教去了。这边跟小说改动的有一点大，不过金庸体系太庞大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回到明教找谢逊，谢逊告诉我们，最近明教和六大派没有什么冲突，以和为贵，还告诉我们《倚天屠龙记》找到了，但是明代历代教主曾立下一个规定，那就是要取走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人，必须先破了明教的光明圣火阵，但是要排出此阵，目前还缺一个紫山龙王。在找紫山龙王之前，我们先去峨眉派逼死灭绝师太拿倚天剑。好久没干坏事了，我好兴奋啊！又是一个香香的门派，我们向灭绝师太借倚天剑来玩，但是他好像不太愿意，我们只好揍他一顿了。
这边灭绝师太以死护剑，真的不想借可以直接说啊。然后又莫名其妙跟峨眉派的弟子打起来了。英雄还是要配宝剑，从身上把剑拔走，好像真的很大魔头的感觉。而我们练功的金花婆婆真实的身份就是明教四大护法的紫山龙王。告诉紫山龙王明教的近况，他表示不想回去看到教主争夺战，跟他说觉得明教圣火令也没多厉害，他立刻就想让我们领教领教，飞奔似的就回明教去了。四大护法这样就集合了，准备好就可以挑战明教的光明圣火阵了。武林至尊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到这边倚天屠龙记就入手了，有感而发一下，所谓名门正派其实比邪派还可怕多了，就像伪君子比真小人还难对付一样。然后我们要赶去少林拿天龙八部了。寺门口的和尚要我们放下武器才能进去，不想放下武器又想进去，只好把门口的和尚暴揍一顿。这边因为我们有带慕容复，慕容复直接威胁玄池，要他交出带头大哥的信件，不然要揭发他跟叶二娘有过私情。玄池其实就是虚竹的父亲雁门关事件的带头大哥。在慕容复的威胁下，玄池交出了可以证明乔峰契丹人身份的带头大哥信件。这边玄池突然想通了，自己的名声虽然重要，但觉得自己亏欠乔峰一家太多，不能再让我们去害乔峰。当初骗玄池去当带头大哥的，其实就是慕容复的父亲慕容博。为了挑起汉辽五人自相残杀，慕容家从中得利，做这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想让大燕国复国。这边我们坏人当到底，直接把玄池干掉吧。
来到丐帮跟乔峰借书，乔峰说天龙八部是他们的镇邦之宝，但是只要我们打赢乔峰的降龙18掌，就可以把书拿走。这边我们只要把带头大哥的信交给乔峰，乔峰就会知道自己是契丹人而放弃丐帮帮主的身份和天龙八部天书，让我们轻松的入手。逼走乔峰之后，丐帮觉得丢脸，为了把书留下，也跟我们动手了。非常感谢一路看到这边的朋友，下一集是金庸群侠传系列的最后一集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